班师回朝那日，我换回了女装。死对头看见后嘲讽，想不到殿下还有穿女装的癖好。我一脸茫然，什么癖好？我就是女的啊。死对头神情震惊，不可置信地指着我。你不是皇子吗？我无语白了他一眼，你又发什么疯？我是公主。死对头还是不信，四处找人求证，得到的都是一样的答案。我们一直都知道她是长公主啊。将军，您不知道吗？隔日，死对头脱了上衣负荆请罪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，我是长公主。在朝廷送了2次粮草，边关粮草还是告急时，我主动请命担任粮料使，亲自奔赴前线。为了方便，我准备的全是男装，却不想在离边关还有100里时，四周突起大雾，随后众人纷纷倒地。有人迷晕了我们，我是被手掌的刺痛和马背的颠簸弄醒的。在被迷晕前，我试图用割伤手保持清醒，但迷药摄入过多，还是晕了过去。想不到朝廷的人这么没用，一点迷药全晕过去了。这要真是贼人劫粮草，我们早就饿死了。声音就在我头顶响起，语气满是嘲讽，是和我共骑一马的男子在说话。我此刻趴在马背上，意识还没完全清醒，视线所及是粗长的马腿和男子的战靴。另一人谨慎开口，小谢将军，属下还是觉得这样不好。这次可是皇室的人，万一京中怪罪下来。小谢将军，谢默。此刻在边关，姓谢还称得上将军的，也只有他一位。粮草不日便能送到，谢默却多此一举来打晕我们自己运，无非是怕这次会像前2次一样被人克扣，特意来查看。可这次是我亲自护送，他莫非怀疑我一个公主会贪？头顶传来一声嗤笑，我听见谢默极其不屑道：宫里那一群酒囊饭袋不足为惧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他这是将陛下和太子都骂进去了。我一手撑在马背上，抬头怒斥：哟，醒了！天空日头正晒，我看不清谢默的模样，却能想象出这人的神情有多么狂妄。面对我的怒气，谢默却丝毫不慌，还有闲心调笑。我怒意更甚，挣扎着起身。察觉到我的动作，谢默随手将剑放在我后背，我顿时感觉有1000斤重压在我背后。我这姿势本来就难动，此刻更是动弹不得。我只能侧头瞪他，放肆！知道本宫是谁吗？我活这么大，没人敢如此对我。谢默没理我，转过头跟另一人说话。看来你这迷药还要再改良一下，这才一会儿人就醒了。还没人敢如此无视我。我定要狠狠惩治谢默不敬之罪。跟别人说完后，谢默才慢悠悠看向我，还得靠我。他莫名其妙说了这么一句，我心中疑惑，看见谢默手微微抬起，我心中隐约猜到了他要做什么，却来不及阻止。你敢？话还没说完，那只手快速落下，我肩侧立即传来一阵剧痛。谢默竟敢打晕我。再次醒来，我躺在屋内，浑身上下哪都疼，尤其是肩部。昏倒前的场景历历在目。我抄起剑就要去找谢默算账，房门先一步从外面被推开。公主，粮料使，您可算醒了，再不醒，老臣只能提着脑袋回京。来的是林汤老将军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怒火，问起正事。林将军，这次粮草可有欠缺？有粮料使亲自护送，那些混账东西不敢造次。任务完成，我放下心来。林汤继续说道：此处危险，老臣已经安排人马即刻护送粮料使回京。我微微挑眉，发出一声冷笑。这么急着送我走，是怕我罚某人不敬皇室的罪吗？林汤瞄了眼我握着的尚方宝剑，这是临行前陛下亲自赐予我，震慑他人的。林汤立刻换上一副公正无私的神情，边引我出门边道：那混账竟敢这样对粮料使，我已让他领了20军棍，一直在门口跪着等候发落。这是怕等我醒来罚得更狠，索性先罚了。老狐狸！一出房门，我便见到院中跪着的脱了上衣的谢默。多年习武行军，他身上不少陈年旧伤，触目惊心，上面还有血迹，
应是今日的新伤。苦肉计啊！我这下就算想罚也不好下手了。林汤察觉我有气撒不出的憋屈，转头对着谢墨怒吼：“你这混账！梁料使宽宏大量，不与你计较，还不快向梁料使认错！”从我出来到现在，谢墨一直低头沉默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听到林汤的话，他才缓缓抬头。我嘴角微不可察地扯了扯。谢墨从小在边关长大，从未回京，这是我第一次见他。我幼时曾见过谢家人，无一不是好样貌。看来谢墨全然遗传到了。边关日头足，谢墨皮肤却不黝黑，反而是健康的小麦色，再有满身疤痕在，倒生出些粗犷的野性。只是人长得有好看，说的话就有多难听。我下次力道再重些，这下梁料使便可多睡几日。谢墨似是懊悔下手轻了，冲着我挑衅一笑。放肆！我话一出口，手就握住了剑柄。林汤先我一步，抽出鞭子打谢男主，嘴里不停骂着混账，看似鞭鞭入肉，实则只伤在面上。我知晓谢墨对我的敌意从何而来。朝廷送过2次粮草，但经过层层关卡，送到边关的根本不够。将士们在战场上为朝廷拼命，回来却连饭都吃不饱。那些贪官污吏自然要除，可如今重中之重是前线，所以这次我亲自护送，用皇室身份压住那些人。罢了，战事吃紧，等他回京受封领赏，我有的是手段收拾他。我打断林汤的做戏，抬手示意他把鞭子给我。谢墨眼睁睁看着我挥舞手臂，用尽全力抽下去，直到看见一道红痕出现，我气才消了些，转身回屋。谢墨低头看了眼伤痕，眼神带着不屑，笑意更甚。梁料使没吃饭吗？跟挠痒痒似的。林汤又先我一步，骂起谢男主。我停下脚步，看见谢墨还是那副不服气的样子，真令人生厌。等日后小谢将军回京领赏那日，我定吃饱饭来。我咬牙切齿道。夜以继日赶路多日，我在此处歇了一夜。第二日一大早起身回京，一开门就见谢墨候在门口。晦气！我自然不认为谢墨是来赔罪，亦或是好心送行。昨日受了罚，还跪了一天，谢墨此刻看着完全和没受伤的人一样，看来打的还是不够重。我心里默默又加上几种整治他的手段。贵人起得可真早，将士们都做完早操了。谢墨笑意不达眼底，直直盯着我，阴阳怪气道：“我眉心微不可察蹙了蹙，这人不仅以下犯上，连对女郎的基本礼仪都没有，简直顽劣不堪。”我冷笑一声，懒得正眼瞧他，掠过他，径直往外走。谢墨快步拦在我面前，像是没看到我的不耐烦，继续道：“宫里来的贵人就是娇贵，一日都受不了赶着回京。看来我们这里还真是京都人口中的蛮荒之地，可舍可弃。”闻言，我不由正颜厉色。京都和边关都是我朝疆土，何来受不了一说？谢墨让出路，双手环胸靠在柱子上，轻轻叹气。话说的冠冕堂皇，实际马上就要走喽。我抿了抿唇，胸口闷得喘不上气来。谢墨说的话可大可小，往小了说是水土不服，往大了说是朝廷不重视上阵杀敌的将士们，到时军心不稳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还是不要节外生枝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瞪着谢墨愤愤道：“我不走了。”说完我就要回屋，没想到谢墨还不满意，手臂横在我面前，挡住我的去路。他眉眼弯弯，轻笑一声道：“我们这里不养闲人，没有白吃白住的道理。”谢墨带我来到军营，在临关城，男子行军打仗，女子洗衣做饭，各司其职。梁料使既然选择留下来，自然得入乡随俗。军中环境算不得多好，尘土飞扬，烈日炎炎，将士的衣裳被混杂着泥土的汗水浸透。谢墨可真是胆大包天，敢说出让我入乡随俗的话来。不过转念一想，临关城本就离京都远，会不会有不少人跟谢墨一个德行，对皇室没有敬畏之心？若是我和将士患难与共，同舟共济，也不是一件笼络民心的好事。这么想着，我胸口舒畅了些，环顾四周，没瞧见女子的身影。我自然不会主动开口问谢墨。
我连看他一眼都嫌烦。谢墨见我没说话，招呼下属搬来椅子，自顾自坐下。卑职体谅梁料使身子骨弱，就从最简单的扎马步开始吧。我厌恶地瞥了他一眼。你什么意思？为何我不是洗衣做饭？半晌，我听见扑哧一声，然后是止不住的哈哈大笑声。谢墨像是听到极其好笑的事，笑得直拍扶手。直到我把剑抵在他脖子上，谢墨才堪堪忍住不笑。你笑什么？我先前看错了，谢墨不是人有问题，而是脑子有问题。谢墨笑的睫毛上都沾了几滴小水珠。他放松地靠着椅背，丝毫没理会随时可以杀了他的贱人。看来卑职还是高看梁料使了，梁料使想和女郎一起洗衣做饭也行，话里话外都是瞧不起我。不必。我收回剑，深呼吸，直至平心静气。扎马步就扎马步，就当锻炼身体。我后悔了，不该逞口舌之快。连着几日下来，我觉着手脚都不是自己的。偏偏谢墨还不停问我行不行，那倨傲的神情就差直接嘲讽。京都的人果然弱，人活一口气，我就算打碎牙往肚子吞，也要从喉咙挤出话说。我行。傍晚，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往回走，在街上看见一位老妇人费力背着不少东西。我刚想帮忙，有人先我一步上前，是谢墨。他人高马大的，那些东西对他来说不在话下。我白了他一眼，选择绕道而行，不和他同路。梁料使。谢墨看见我喊道。我脚步未停，直到身后一阵风袭来。下一刻，我手上多了几个很重的包袱。我不可置信地抬眼看丢了我一半东西的谢墨。谢墨冲着我一笑，能者多劳吗？妇人在旁边连连道谢，我准备骂谢墨的话硬生生止住。终于到达地方，放下东西，我累得气喘吁吁。谢墨没急着离开，而是留下帮着妇人把家里稍稍修缮了一番。这是好事，可他竟然全程命令我打下手。我忍。一通下来，天早就黑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我没好气道，想不到你还有怜香惜玉的一面。我还以为谢墨是个冷血冷心的人，对所有人都一样。可刚才看见老夫人家全是女子，他让人家安心坐着，把活都交给我。不知谢墨是装的还是装的，听不出我话里的阴阳怪气，顺着我说，上天给我们男子更高的身躯，更大的力气，自然生来就是要保护女子的，你怎么这副表情瞪我？我冷笑无言。谢墨还真是自相矛盾，我也是女子，怎的没对我态度温和些？谢墨又发疯了，今日不扎马步，改让我擂台比武。他叫来一位膀大腰圆，身形有3个我大的人。在京都，一般女儿家最多也只会骑马射箭，难道这里的女子不一样，还可以和男子比武？我陷入了沉思。梁料使放心，我们这里都是点到为止，不会闹出人命。谢墨以为我的沉默是害怕了，于是好心解释道，我不欲多言，直接说开始。谢墨最后提醒一句，可不要临阵脱逃。我气定神闲站在原地，谁逃还不定呢。谢墨说了开始，准备退在一旁看戏。等了一会儿，却发现自己的人迟迟未动。站在我面前的人恭敬地向我行礼，然后对着谢墨唯唯诺诺道，小谢将军，属下不敢。谢墨一副像吃到苍蝇的难受表情。没想到临阵脱逃的是他叫来的人。不敢什么？有什么不敢的？大家都是2个眼睛1个嘴巴，怎么不能对打？但他是殿下，我站在一旁看戏。谢墨还真以为人人都像他这般天不怕地不怕。这些天我看过了，除了他，其他所有人对我很是尊敬。我来。那人死活不敢和我打，谢墨把自己都说生气了，索性亲自上场。他不喜这位京都来的殿下，好好的男儿身，肩不能提手不能抗。他更厌恶在他背后的那些人，整日坐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吃着大鱼大肉，不做实事，让他们这些将士卖命，还不将粮草按时按量送到。等等，我举手叫停。谢墨这厮肯定动真格，我又不傻，站着让他打。我心中有了对策，今日我没准备好，明日再来。
第二日在同样的地方，只不过人比昨日多了许多。大家听说我和谢墨比武，纷纷围在四周。我早些到时，还瞧见他们做了个赌注，赌谁赢。谢墨的名字上全是铜板，我的上面空空如也。后来终于有一人赌我赢，那就是我。今天不会有人临阵脱逃了吧？我一字一顿，拖长尾音，故意问道。想到昨日的事，谢墨脸色变暗，沉着脸扫了眼周围。他不开心，我就开心。公平起见，我先让你10招，只用左手。说着，谢墨右手握拳，背在身后。哟，此刻的作为看起来倒还像个人。好啊，可比试正式开始还不到10招，谢墨就倒地了。这一切发生得太快，四周鸦雀无声。我不满众人的安静，催促道：“我赢了，快鼓掌！”人们这才反应过来，全然无视地上的谢墨，纷纷拍我的马屁。伴随着阵阵欢呼声，谢墨费力撑地，怒目瞪我：“你竟然使诈！兵不厌诈，小谢将军难道没听说过吗？”我特意去问了大夫，扎哪些穴位可以让人手脚发麻无力。我还得知临关城根本就没有男女比武的习俗。谢墨这是故意整我，想让我出丑。这场比试本就不公平，规则什么的都不作数，谁先倒下谁就输。我哼着小调，用力踩上谢墨的后背走。啊！我惊呼大叫，好痛！怪我太高兴了，一时没站稳，重重摔了下来。谢墨浑身不能动弹，做了我的肉垫，还有劲嘲笑我。哈哈哈，这就是报应！我不许任何人管谢墨，让他在擂台上躺着自生自灭。晚上，我的房门被敲响，看清来人装扮后，我微微挑眉：“你怎么来了？莫不是白日里丢了面子，特意换了身干净衣裳来刺杀我？”谢墨平日里穿的全是军服，操练一会儿就脏了，头发乱了也不管，完全是个不修边幅的糙汉子。此刻他一袭月白色锦袍，玉冠束发，看不出一点武将的身影。不得不说，要是谭墨这个样子回京，街上定有不少女郎丢手帕。谭墨在擂台上躺了一天，一反常态，不和我斗嘴，而是缓缓仰起头，看他神情严肃，我好奇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，一轮圆月和数不尽的繁星，没什么特别的。良料时，你知道夜黑风高夜的下一句是什么吗？谢墨悠悠开口：“你有病去找大夫，我罚了。”哎，谢墨喊了声，抵住我要关上的门，神情略微不自然，似是有话要说。瞧他这样，我又来了兴致，懒洋洋倚靠在门框上，静静等他开口。良久，我看见谭墨推后一步，双手作揖，弯下腰。那日打晕你，确实是我做的不对，我是来向赔罪的。这几日相处下来，谢墨觉着我和那些只知争权夺利的上位者不一样，勉强算个好人。我被吓得差点又没站稳，嘴唇因震惊张大。你莫非是谢墨的同胞兄弟？你这种人竟也会赔罪，看来明日太阳会从西边升起。谢墨听着我的奚落，抿嘴不言。我渐渐恢复正经，来之后我才知道，粮草比朝廷所知道的还要少，而且还是混合着碎石子的粗粮。将士们每顿只有一个馒头和一碗稀的找不到米的稀饭，所以谢墨才满身戾气。我大人有大量，就不与你计较。才怪！我会连同这些天寿的累千倍百倍的讨回来。谢墨这样虽情有可原，但罪不可恕。我笑得很和善，谢墨脸上罕见流露出些许羞愧。他还以为我会接着好好奚落一番，是他小人之心了。谢墨又对着我作揖，这次郑重了些。没想到良料使心胸如此开阔，我很是受用他的夸赞。谢墨突然想到什么，拿出一个瓶子。我看你今日摔得不轻，拿了药来，算了，我来帮你。你做什么？他，砰！谢墨一手捂脸，一手捂鼻子，看着眼前紧闭的房门愣神，随即反应过来自己是被打了一巴掌，还被门框砸到鼻子。谢墨既生气，又感到莫名其妙。我好心帮你擦药，你为何要打我？这厮还敢问为何？扒我衣服还有脸问为何？人母狗样，衣冠禽兽，禽兽不如。原来他今晚不是赔罪的，
是变着花样来整我的，亏我还信了。我冲着门外大喊：谢墨，你别以为我不敢砍了你的脑袋，滚！谢墨一头雾水，明明刚刚笑得还挺开心的，下一刻就变了张嘴脸，还要砍他脑袋。谢墨越想越气，反正天高皇帝远，今夜把皇帝的儿子好好打一顿也不会知道。谢墨抬腿就要破门而入，却听见一道急促的声音：小谢将军，有敌情。打了谢墨没多久，若有若无的嘈杂声在屋外响起。这么晚了，不可能有人外出。我疑惑走出房门，远处的天气亮起一片火光，是城门的方向。匈奴来了！意识到这点，我呼吸有一瞬间停滞，本能闪过惊慌失措。从前这些，我只在夫子的课上和父皇的宫殿里听过，而现在我甚至感觉血的铁锈气息在空气中弥漫。院外传来马蹄声，由远及近，一队身穿盔甲的人下马，齐齐跪在我面前。此处危险，林将军命属下等护送公主殿下回京。我被团团护在中间，街上乱成一团，不停有人慌张地跑来跑去。我停下问，那些是什么？距离太远，我看不清。回殿下，是抬回来的伤员。伤员似乎不少，人手完全不够。我握紧缰绳，垂眸茫然了片刻，随后视线定定落在城门方向。都去搭手。殿下，属下的职责是护送。我打断他的话，松开缰绳下马。我是公主，听我的，林将军那边自有我去说。这场夜袭持续到天明才渐渐停歇，一切归于平静。我毫无体面跌坐在地上，衣裳上、手上、脸上都是血。刚刚还能听见几人捂着伤口哀嚎，但现在听不见了。他们都死了。我将头偏在一边，不愿去看别人搬走尸体。不知坐了多久，我的肩膀突然被人用力一拍。嘿，竟然没晕过去，我还真小看你了。谢墨望我的眼神是藏不住的赏识。我揉了揉疼痛的肩膀，心里暗骂这人什么时候出现的，魂差点被他吓走。要不是没力气，我真想狠狠揍谢墨一顿。我瞪了眼谢墨一眼，背过身去。谢墨浑然看不见我对他的厌烦，蹲下凑在我耳边说：吃早饭去。我微微摇头，有气无力道：吃不下。那怎么行？民以食为天，就算天塌下来也要吃饭。走。这次不等我拒绝，谢墨拎起我就走。我还瞧见他碰我时还颇为嫌弃的皱眉，明明他身上也没好到哪去，又脏又乱，还有伤口。谢墨和平常一样欠揍，我一时没注意到他身上有好几处包扎，不知是包扎的不仔细还是什么缘故，纱布渗出血来。谢墨跟个没事人似的，端了盆水让我净手，然后盛了碗粥放在我面前。我埋头喝粥，时不时抬眼偷瞄谢墨渗血的地方。关心我？谢墨突然开口，又吓我一跳。他本来想无视，但我探究的视线太过强烈。怎么可能？我加快喝粥的速度。你且放心，还没你昨晚扇那巴掌疼。谢墨语气轻快，仿佛在说一件不起眼的小事。你怎么样？我真的不在意。我强调道。谢墨嗯了一声，眉梢都染上笑意，那姿态分明就在说我是关心他的，但拉不下脸。我瞧着生气，转移话题。这仗还要多久结束？怎么？想立刻回娘亲怀里哭鼻子。我再也不要和谢墨说话了。生气了。谢墨戳了戳我的手臂，弯下腰瞧我的神情。小谢将军。有人匆匆过来，在谢墨耳边说了几句。谢墨脸色一变，留下一句都吃完就往外走。我心中焦急，却不能做些什么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人离开。谢墨上马后，身形却突然顿住。按谢墨本来不切实际的计划，还想让这位皇室亲眼目睹战争，盼望他日后能做个止戈的掌权者，不会再为利益开战。可他刚去瞧伤员情况时，却看见这位金尊玉贵的人浑身是血缩在角落里，那身形又瘦又小，瞧着可怜。京都的山珍海味也没将人喂胖些。谢墨在马背想这些时，隐约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，定了定神，刚才想着的人此刻正站在自己面前。这里有干净的纱布，
你记得重新包扎一下。他们前脚刚走，我才想起这回事，拿着东西就追了出去，万幸还没走。谢墨，不知道谢墨怎么了，怔怔地盯着我也不说话。他眼神看着呆滞，不会要傻了吧？多谢。我胡思乱想时，谢墨恢复正常，接过纱布，道了声谢后骑马离去。走出几个街道，谢墨突然停住，你别跟过来了，去选一队可靠的人马，护送那位贵人回京。谢墨主动提出送我回去，莫非嫌我碍眼？他太过分了，竟敢看不起我。我昨夜也是帮了大忙的，我自然没回京，这里人手不够。那晚后，大大小小的战役不停，伤员不断增多。我也好些天没见到谢墨，直到有天谢墨身边的人找我，良料使小谢将军请你去军营帮忙。他说前后派出3批人马前出去，想去切断匈奴后方，可都全军覆没了。这次谢墨主动请命带队出发，但其他将领不同意。不行，你们谢家满门忠烈，如今就剩下你一条血脉，你还未娶亲，你不能去。你要是出事，九泉之下，我们如何有脸面对谢将军、苗夫人？当初我就说送这小子回京，结果这小子说几句好话，你们就被哄得找不到北，养成他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。我一来就看见谢墨跪在营帐外，里面争吵不休。谢家人无论男女，全都上阵杀敌牺牲。谢墨7岁时，家中只剩下姨母，可姨母也在他15岁时阵亡。多日不见，谢墨消瘦了些，显得脸部线条更加凌厉，身上又多了新伤。我要去，帮帮我，日后我必定报答。见我来了，他冲我笑了下，望着我小声说：于公于私，我都不该帮谢墨这个忙。但谢墨说的是要，而不是想。就算我不来，谢墨还是会去。里面的人也深知谢墨的性子，只能妥协。谢墨最终带了1000人马，趁着雨夜从小路出城。我去送行，此去不知生死，就算我和谢墨有再多过节，此刻也全然抛之脑后。我幼时增生过一场大病，迟迟不见好。这是我母后在当时还未圆寂的空明道长那求的平安符，很灵的。我一戴上，第2天病全好了，你拿上，保佑你们平平安安。谢墨开始还推脱，我硬塞在他手中，命令道：你必须戴上。帽檐挡住谢墨上半张脸，我看不见他的神情，却能感觉到他认真盯着手中的那张符。此处不安全，你应该回京。似乎是觉得这是很重要，谢墨的嗓音罕见的沉稳。那你为何一开始要我留下？我反问道。谢墨哑口，他总不能说想整人吧？你一定要活着回来。出发的时辰快到了，我也不知怎么变得多愁善感，此刻眼眶竟然湿润了起来。谢墨与我四目相对，面对我的真挚情感，他抬手捶了我一拳，把你眼泪憋回去，肉麻死了。谢墨皱着眉头，颇为嫌弃地从上而下扫了我几眼，捂着被打的地方，我指着谢墨咬牙切齿：你必须给我活着回来，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，你要死也是死在我手上。时辰到了，谢墨上马，挥了挥手道：知道了。我第一次觉得战争是如此漫长，在京都时，感觉睡了几天就能知道是胜是败。谢墨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夏去秋来，我也算是谢墨口中的入乡随俗了，但我不会洗衣做饭，只能帮些琐碎的事。随着天气渐冷，京都城内肯定热闹非凡，为新年做准备。京都来了书信，母后催促我赶快回京。我走时未向母后辞行，按她的脾气，肯定会将我关起来，不让我来了。父皇和太子哥哥还是命我留在临关城。长公主与百姓同生共死这件事，着实为皇室笼络了不少民心。京中孩童还编了称赞我的歌谣，回去后我得好好听听。前线的事我不知，但这几天的伤员格外多，大家都忙得脚不沾地。然而在今日傍晚，街上突然有人边跑边喊：胜了，胜了，我们胜了。听见外面的动静时，我和几位医女正守着火炉前煎药，意识到听见了什么，我们都激动地抱成一团。终于不用打仗了，我得赶紧回去告诉娘亲。她耳朵不好，肯定没听见。
也不知道我爹爹和兄长什么时候回来，肯定快了。我没有特别牵挂的人，在这里我就和谢墨熟识些。对啊，这边都要签订停战协定了，怎么还没谢墨的消息？我内心焦急万分，步伐加快出门，结果一时没注意，在门口和人撞个满怀，差点脚滑摔倒，腰间横着一只大手，才没让我落地。那人将我扶正，急着去拿。时隔多日，熟悉又陌生的人站在我面前。谢墨。愣了半天，我惊喜叫出名字。谢墨高了些，瘦了些，也黑了些。想到什么，我刚笑着的脸一下就垮下来，上下左右来回扫视他。谢墨笑意盈盈，双臂张开，转了一圈。还活着，也没缺胳膊少腿。说着，谢墨从怀里拿出东西，你这平安符还挺有用的。那当然啦。我骄傲地拿回我的符，问道：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回京了？我想要回去和父皇母后一起过年。闻言，谢墨笑容微不可察，敛了敛。马上。没过几日，城里就办了庆功宴。庆功宴的第二天就启程回京，和大家玩闹了半天。我想找谢墨炫耀大家送我的礼物时，却没看见他。路上问了些人，有人看见他好像回都尉府了，但我回去找了一大圈，没见到人。咻！一声短促的口哨声在头顶响起，我疑惑抬头，谢墨正坐在屋顶上看着我。我刚在这里叫了这么多声谢墨，感情他一直知道，故意看我笑话。那里有梯子，自己上来。你敢使唤我？我没动。谢墨叹了口气，任命下来搬梯子，恭敬请我上去，还在我坐的位置铺了一层衣服。刚刚他下来时，我就闻到酒味，上来一看，大大小小10几个酒瓶，就有2、3瓶没空。喝点儿？我轻轻摇头，这里的酒很烈，我喝不惯。谢墨没再问，平躺了下来，双手枕在脑后。你看天上的星星，好多。我也躺了下来，星星的确又多又亮。老人常说，人死后都会变成天上的星星，看着地上牵挂的人。我缓缓偏头，谢墨神情淡淡，看着天空发呆，好像除了回城那日我见谢墨有笑脸外，后面他都不怎么开心。谢墨1000骑兵劫了匈奴8000步兵，2000骑兵的援军，但他带的那1000人并不是全都回来的。他自小在临关城长大，7岁时父母兄长姐姐全是牺牲，15岁最后一位亲人牺牲，后来还亲眼目睹并肩作战的战友牺牲。越想越觉得谢墨惨。平日里谢墨太过没心没肺，我都没想起他其实这么惨，他现在肯定很难过。谢墨在想，京都有哪些好吃的？这里厨子就那几个，他早就吃腻了。姨母常常念叨京都哪都不好，繁文缛节太多，不过饭菜是真的好吃。正想着，隐隐约约好像听见抽泣声。谢墨疑惑转头，看见刚还正常的人突然就泪痕满面。谢墨被吓了一跳，一下就坐起身，酒都清醒了。你哭什么？我实在忍不住，索性放声大哭，手掌重重拍在谢墨肩膀。你真坚强。谢墨扯了扯嘴角。今天启程回京的日子，大娘们瞧我一直穿着男装，特意找出好料子为我做了几身衣裳。突然换回女装，我还有些不习惯。外面马车已经备好，我适应了一会儿才缓缓出去。一出来就看见谢墨往车轮子上重重踢了几脚。我们都是骑马，凭什么他就能坐马车？说完，谢墨还不解气，抬脚又要踢，腿不想要就砍了。我开口阻止，走到他面前，你不服也得服。见过殿下。别人看见我恭敬行礼，只有谢墨站着不动，眼睛还一眨不眨地盯着我，整个人突然就呆住了。我被看得发毛，声量加大，喂！谢墨仿佛才回过神，退后几步，围着我绕了一圈，然后莫名其妙叹了口气。见他这样，我一大早的好心情又被破坏，你有毛病。谢墨嗤笑了声，观察周围没人注意，低头凑近小声嘲讽。想不到殿下还有穿女装的癖好。我听得一头雾水，完全没理解谢墨的笑点。什么癖好？我是女子，女子穿女装是癖好？谢墨上扬的嘴角逐渐僵硬，迟疑问道：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反问道。
我是真没闲情和谢墨瞎闹了。谢墨表情突然变得不可置信，上下指着我，嗓音颤抖。你不是皇子吗？我无语白了他一眼，你又发什么疯？我是公主。谢墨只对军事和临关城上心，如今陛下有几位皇子，几位公主，他是真不知道。京都和临关城相隔甚远，路途艰辛，谢墨先入为主，以为来的是位皇子。谢墨一直受长辈教导，女儿家身子娇贵，是需要时刻保护的。若他一早知道来的是公主，早就把人送离这块危险之地，怎么可能逼迫人留下？我看着谢墨的脸变了又变，心中隐约有猜测。你不会一直以为我是皇子吧？你真的是女郎？别是唬我的吧？我们异口同声。我气笑了。谢墨还真是能一句话能把人气死。我这么明显看不出来吗？启程。谢墨竟还不信我是女子，四处找人求证，得到的都是一样的答案。我们一直都知道她是长公主啊。小谢将军，你不知道吗？有次我还瞧见她对着马嘀咕，她怎么能是女子呢？怎么可能？我真没看出她是个女子。后来谢墨终于信了。这天我在马车上舞气，突然听见外面吵闹不休。被吵醒后，我心中烦闷，掀开帘子看是什么情况。看清外面情形后，我生生愣住。谢墨脱了上衣，跪在地上，双手高高举着长剑，还背着金条。此情此景，似曾相识啊！公主殿下，我谢墨从前做了不少混账事，是打是骂，是杀是剐，任凭殿下处置。这是谢墨第3次赔罪。第1次被逼的，第2次虽主动前来，但还是不情不愿。只有现在才是真情实意。其他人看得津津有味，他们还是第1次见谢墨这样。我拿起当初压在我后背的剑，说出那句曾说过的话：小谢将军，处置你的事，还是等我吃饱饭再来吧。我还和以前一样，不过谢墨突然跟变了个人似的，对我嘘寒问暖，去最近的城池买瓜果糕点，暖炉熏香，还有些解闷的玩意儿。我面无表情一一收下，然后躲在马车里偷笑。早就有将领回京复命，所以我们一行人不急不慢走着。还好赶在新年前几天到京都。在入城前，我唤来谢墨叮嘱，这可不是临关城，你如今风头正盛，好多人都盯着。进宫面圣须得谨言慎行，不可落人口舌。这些天我和你交代的都清楚了吗？谢墨不受约束惯了，心境一时还没转变过来，看起来恹恹的。晚上宵禁前，我的人会来接你。我声音放柔了些。接我去哪？当然是我的公主府，你不是说贴身赔罪吗？谢府都没人，谢墨一个人待着，怪可怜的。听到我的话，谢墨顿时大惊失色，涨红了脸，说话都结巴起来。这不好吧？你尚且待字闺中，我怎可和你共处一室？又不只有我们2个人，我府上奴仆都有上百人。我命令你。我懒得多言，留下这句就关上帘子。自从谢墨那天负荆请罪后，我说什么话他都听。我可算在他身上体会到了皇室的威严。他晚上肯定会来的。可惜我没回成公主府。母后见我回来，又哭又笑，为了好些吃的给我，完了还抱着我不松手。我留宿宫中。第2日一大早，为了赶回府，我连早膳都不用。到了问谢墨住在哪间厢房，快步经过院子时，却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坐在庭中。是谢墨。你怎么起这么早？不知为何，我心情莫名有种说不出的愉悦，脚步也轻快起来。听闻他昨日封侯，我今日可得好好宴请他一番。走近些，我的笑容僵住。谢墨的脸色不怎么好，眼下有乌青，一看就没睡好。我要回谢府。谢墨直接对着我冷冷来了这么一句。谁惹他了？我的人都是个顶个的好，才不可能像他这般以下犯上。我昨晚到现在一直牵挂着谢墨，他倒好，一大早就发脾气。我脾气也来了，要走就赶紧走。觉得还不解气，我临走前狠狠踢了谢墨一脚。昨晚谢侯来了后，用了宵夜，在院子转了转就回屋了。下人在寅时见谢侯坐在庭中，不敢上前叨扰，他一直待到殿下刚才回来。我听完管事姑姑的话，
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。那谢墨和什么人说过话吗？殿下，席下一宫女出来禀报，奴婢瞧见昨晚西厢房的青莲先生和谢公子闲聊了片刻。西厢房住的都是母后偷偷塞给我的面首，他们长相出众，却身世飘萍，要是离了我的庇护，出去指不定被人欺负。我瞧着他们情谊了得，就让他们留下来弹曲奏乐的，做府上的乐师。把青莲叫来。我听青莲说完昨晚的事，还是不知道谢墨究竟因何生气。青莲介绍自己是面首，谢墨不知面首是何意，问了下，然后就回屋了。没什么特别的，活了大半辈子的管事姑姑琢磨出了些意思，让众人退下。殿下，谢侯莫不是吃醋了？吃醋？对，他吃面喜欢放醋，我就不爱醋味，每次离得远远的，有时他还故意往我碗里倒醋。管家姑姑笑出声，哎，我的小殿下，奴婢的意思是，那谢侯对殿下有爱慕之情。我双手不由攥紧衣袖，犹豫开口，不会吧？怎么不会？殿下国色天香，娴静温柔，聪明伶俐。谢侯面对殿下这样的女郎，不可能不动心思。我不好意思告诉姑姑，除了国色天香，其他的赞美我在谢墨面前一个都不搭边。谢墨还错认我是男子，所以国色天香其实和我也没什么关系。其实细想起来，谢墨以前是讨厌了些，但现在还是挺不错的，做我驸马勉强够格吧。如今京都有不少世家贵族想和谢侯结亲，若殿下也有意，尽早和娘娘说，请娘娘求陛下赐婚。我这人向来随心所欲，立即进宫找母后。母后开始还不同意。那谢墨是什么人？怎么配得上我的怡宁？他家中无人，你不会有公婆妯娌。他有军功在身，受陛下器重，听说人长得也周正。皇后越说声音越小，最后沉默了片刻才开口。母后这就去找你的父皇赐婚，赐婚的旨意明日下达，不过得提前和谢墨说这事。可谢府白日登门拜访的人不少，我只能晚上让谢墨过来。面对即将成为我驸马的人，我满脸笑意。你不是说不来吗？谢墨低头看了眼身上的绳索，我有说不的权利吗？下人说谢墨不来，我又派人去绑他过来。谢墨习武之人，要是真不想来，我的人怎么可能有机会？我蹲下身子和谢墨平视。我今天叫你来就问一句话，你心悦我吗？谢墨先是一愣，随即想到公主府有13个面首，我谢家人容不得半点沙子，从来都是一夫一妻，绝不能有妾室通房，就算你是公主也不行。我拍了下谢墨的脑袋，打断他的话。真是的，谢墨废话真多，我就问了一句，我就想知道你喜不喜欢我。谢墨侧头不语。在他还不知道我是女子时，曾试探性问过一位在京都长大的人，听闻京都民风开放，对断袖之风亦十分常见，但从那人怪异的神情中便能看出，这种事还是不光彩，更别提还是位皇子，所以他当时是不愿回京的。幸好后来是一场乌龙。见谢墨沉默，我又拍了他一下。说话。谢墨似是恼了，愠怒道，问我这种问题，你那些面首会不高兴的。他们都被送走了。我进宫前，管事姑姑怕坏事，把人安顿出去了。谢墨嘴角有些压抑不住上扬。是因为我？谢墨再不回答我问题，我真的要生气了。你不要转移话题，我问的是。我心悦殿下。谢墨看着我，满眼笑意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